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的公报。那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啊。那这份公告呢，从新华社那句北京10月23日电开始到全会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前面这一大段呀，老实讲都是对党内讲的，是愿景、思想、价值观、政治语言浓度很高。那这些部分呢，不是我们重点分析的，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是从这一句开始啊，就是全会提出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那好，我们来念一下全文，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新突破等等等等啊。到了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重点来了，就是这一句啊，就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那这一句话呢，现在在网上是火的不行啊，这个自媒体啊都在讨论哈。有人讲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中等的发达国家水平，也有人讲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反正呢，中共是没有给出一个标准来，他们随便讲。那么呢，我们就逻辑推演一下，看一看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其实呢，在正式的统计里面没有中等发达这个概念，但我们可以借用世界银行的分法来理解哈。首先这个词呢，在国际统计里面呢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世界银行呢有分4个档，第一个呢叫做低收入国家，第二个呢叫中低收入国家，第三个呢叫中高收入国家，第四个呢叫高收入国家。国民人均收入超过13935美元的才算作高收入国家，而中高收入国家呢大致是在4500美元到14000美元之间。所以按照这个区间来看呀，中等发达国家大致对应的就是上中等的收入阶段，也就是说比发达中国家强，但是呢还没有到发达水平的那一层。当然呢，这只是经济学上的叫法，在政治语境中呢，发达国家意味着的不只是钱，还有科技水平、社会保障、生活质量等等哈。如果更严格一点，通常呢，他们说的是要达到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40%到60%，才能算真正的中等发达国家。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同样的词叫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很多国家会卡在美国水平的20%到30%出不去，那这个呢就叫做中等收入陷阱。那按照这个标准呢，你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上来讲呢，你就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水平。那么现在典型的中等发达国家包括哪些呢？那我们报一下哈，像波兰、葡萄牙、捷克、希腊、匈牙利、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等。那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均 GDP 在1.5万到3万美元之间，社会基础设施不错，人均寿命呢接近80岁，但是高端产业创新能力、财富分配还具备短板。他们呢不穷，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发达国家，是典型的有钱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所以呢，中等发达本质上是一个介于发展中与发达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中国现在是什么水平呢？中国的名义 GDP 已经是在19万亿美元左右了，14亿人的话呢，人均 GDP 达到1.3万美元，其实呢已经接近这个区间了。所以按照 GDP 的分法，中国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了。美利坚呢也一直叫嚷着中国是发达国家，不要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美利坚是有所本的哈，但是呢，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够平均，我认为这个才是关键。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分布的太不均匀了。东部沿海地区人均 GDP 2万多美元了，但西部农村呢可能还不到1万美元，再加上城乡差距、社保差距、医疗教育差距等等，人均数据呢就被严重的拉低了。所以呢，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其实不是要多造钱，而是要让中国呢平均富起来，而不是部分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其他的人呢还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和所谓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支出结构差距比较大。比如说欧美发达国家社保加医疗加教育3个部分的支出 GDP 20%以上，而中国加起来呢大约也只有10%到15%。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公共支出强度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呢还有追赶的空间，而这个追赶空间呢其实就是中国未来内需的增长空间。这个呢在后面具体的政策里面会讲到哈。再一个问题就是 PPP， 那 PPP 呢一直都是认为中国被低估的关键原因之一。名义 GDP 只是美元换算，但不代表生活水平。中国人均1.3万美元看上去很低，但是按照 PPP 算，人均2.4万美元已经是美国的1/3，也就是平均购买力啊。北京、上海、深圳的实际生活质量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中层水平。那为什么呢？因为生活成本不同嘛。美国一碗面15美元，中国才15块钱，生活体验差不多，但是美元数字差6倍，这说明什么？名义人均 GDP 可能低估了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就是台湾名嘴常常讲的东升西降的逻辑啊。
对呢也不完全对这件事情，因为 PPP 也不是万能的，它呢只局限于国内， PPP 呢无法代表国际购买力。你在国内呢吃喝很便宜，但是出国留学买芯片买飞机还得按美元算，而且 PPP 这个数据很容易失真的，房地产、车价、政府投资都会扭曲物价的结构，所以呢 PPP 更像是国内幸福指标，而不是一个国际竞争力指标。另外呢，现在网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双向奔赴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发达性在衰退，中国的发展性在上升，最终呢双方在中等发达区间相遇。发达国家的问题在于制造业空心化、老龄化严重、赤字爆炸、科技创新被大公司锁死等等靠印钞和霸权维系着现有的繁荣，正在失去内涵。而反观中国呢，虽然增速也放缓了，但是结构在进化，从世界工厂变成了技术替代中心，政府调动效率，产业协同仍然是全球第一档次，城市化率呢也达到了 65%， 基础建设水平呢全球领先，再加上长三角、珠三角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2万美元，相当于东欧发达地区水平。那也就是讲呢，中国内部已经部分发达，外部呢仍被视为发展中，这就是所谓的双结构状态。那么无论在什么角度来看呢，我们都很难找到具体的可量化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定义。那么这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实是政治语言大于经济语言，它想表达的其实是既不设发达国家的天花板，也不承认发展中的低位，是一个进步但是仍有空间的政治表达。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未来5年中国将不再会去追求以前那种爆发式的增长，而是要追求质量、科技、自主、分配优化与内需升级，同时也是告诉你们，中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狂奔了，所以呢，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那换句话讲呢，中等发达国家是一个方向，不是终点，而这个方向是一个中国自己定义的目标，并不是所谓西方那一套叙事里面的目标。所以呢，你在西方叙事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自媒体上面那些什么说2035年人均收入要超过4万美元，这种都属于无稽之谈。什么2035年 GDP 总量要超过美国，把美国打趴，这些都属于自媒体在自说自话因为中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叙事方式。那么接着呢，我们开始讲第二部分的解读。那么第二段的信息量比较大，讲的呢就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了，主要是2个内容比较重要。第一个呢是构建体系，第二个呢是对症下药。这2点呢，我自己觉得还是蛮对症的。中间什么强国的我就不说了，那个属于惯性用语。主要是有2句话值得重视。第一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句话呢，替代了以前常常讲的叫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他现在认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目标太过的离散，要集中到某些领域，要重点强调。什么意思呢？过去的中国讲经济建设就是大水漫灌式的发展，哪儿能拉动 GDP， 钱就往哪儿砸，钱就往哪儿跑。现在不一样了，它要集中火力聚焦在能形成长期竞争力的产业链上，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目的。也就是讲，中国接下来要做的不只是制造更多的东西，而是要建立一个从研发、制造、供应链、品牌、标准、数据生态全体系联动的一个现代化的产业闭环。简单的讲，就是要从低端制造跨越到系统整合，要能在全球分工中形成自主循环，这就是内循环的真核心。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2大动机，第一个叫房地产，第二个叫互联网。那短期的刺激很猛，副作用当然也很大，资本泡沫化、金融虚高、债务失衡等等所以呢，巩固实体经济根基这句话其实是在喊停，它在对全国经济体系发出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资本你要回到制造业里面去。未来炒房、炒概念、炒金融、炒互联网的红利期会慢慢的结束，制造业、基础设施、硬科技才是新的主战场。但注意这里的制造业不再是老式的拧螺丝搬钢筋，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里面的智能制造、数字供应链和绿色能源。那接下来的那句呢，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很多人觉得这是重复上一句的废话，但其实不是，这句话是再强化一次，说明以往经济的着力点并不在实体经济上。所以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金融、资本市场、科技、数据都必须重新为实体经济服务。那么以前呢，金融用来干什么呢？金融用来快速的孵化，用击鼓传花的方式来做出一些互联网项目，或者说是一些融资类的项目。那么资本市场呢，基本上对于这个回报周期要求非常的高。我们自己做资本，我们都知道，一般投资周期超过4年都没人看了。然后科技也是这样的，科技呢，以前没有人愿意去做基础科技，基本上都在做应用型科技，因为应用型科技呢，商业化的快挣钱挣得快还有数据以前用来干什么？数据以前用来发掘客户的痛点，我们来收集这个人的数据他喜欢买什么，推什么广告给他，基本上是在做营销这些东西。所以呢，现阶段这些东西你都要收一收心了，不是说不做，
但是呢，你们必须要把重点重新为实体经济而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在眼里，一听就能明白的话。那这是一种呢政策的纠偏，它针对的呢其实就是过去这十几年脱实向虚的这种现象。从2023年开始，民间投资呢就一直在下滑了嘛，制造业呢融资真的很难的，不仅民间融资难，在银行融资也很难。银行对于制造业的要求特别高，要么就是要有订单，要么就是要有实体的抵押，反正一堆的问题，你连拿个专利想去换笔钱都换不到。那大量的资金都去了哪里呢？都被卷进了房地产、二级市场、互联网平台，实体经济呢成了被挤压的那一环，非常的可怜，特别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那现在政策的方向就是什么呢？让虚的让位于实的，未来的资本市场、互联网平台的监督会继续深化，而制造业贷款呀、科研补贴呀、产业投资的通道，我觉得会越来越宽。其实在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了，这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路线矫正啊，要靠政策把这些钱从互联网房地产重新逼回到工厂、车间和实验室里面去。那换句话讲呢，就是从资本驱动增长回到产业驱动增长，一定不能走美国这条路。那这里面还有一句关键词，就是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版的工业 4.0 了。什么意思？它不只是机器换人了，而是 AI 能源转换、数字供应链的3合1升级方案。那么这里面呢有3个点，一个它叫智能化。那我觉得智能化在我看来啊，就是大家买股票的可以关注一下哈。智能化在我看来哈，一个就是工业自动化，这个呢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的这个工业发展，它是非常强的一个根基。这个事情现在只有中国能做，因为美国做不了，因为美国自己没有这种基础工业，所以它的工业自动化它是必须要借由别人的市场来做的，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德国。那么第二个呢，AI 生产。AI 生产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它是越用越聪明的，我们这边的这个制造业这么强大，所以 AI 生产必然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我认为呢，就是这些东西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提升效率，然后第二个呢是减少人工的依赖。那这个东西减少人工依赖以后，人到哪里去呢？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绿色化，绿色化呢就是能源结构转型，要走碳中和、碳达峰的路径。那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这个等一下他也会讲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融合化，就是要把以前的这种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还有这个叫做互联网平台，一定要和制造业联合起来，把产业边界打通，那形成新的业态。我想这个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是未来大家选股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那这3条线呢构成了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你可能就会问了，说那是不是又在吹牛啊？说又要减少人工依赖，那就业怎么办呢？现在就业不是不好吗？这个问题很现实，我觉得对于共产党这样一个唯物主义政党来讲，发展生产力永远都是它的第一性原理。他们会认为发展是必经的阵痛，就业问题会用其他的政策来找补，但是提升效率、推进自动化这件事情，这条路它一定不会停的，它绝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为了所谓的就业，然后把自己的自动化停掉，然后不要搞 AI， 它绝不会的。接着呢，又有一句非常关键的信号，就是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那这句话呢，看起来平平无奇啊，但是却是共产党他定了一个战略防线。中国制造业占 GDP 是多少？是 27% 啊，全球的平均只有 15%， 美国只有 11%， 美国的 11% 已经是全球第2大的制造国了。很多经济学家呢就会讲，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太高了，应该降一点。但是中央呢现在看出来，人家的意思是我要保持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其实就是讲中国一定不会走美国那种去工业化的那条老路。原因有3个，第一个，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母体；第二个，吸纳就业、稳定社会的基石；第三个是货币信用与出口竞争力的支撑。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霸主，不管是以前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还有中间有一个 0.5 个霸主叫苏联，都是靠制造业起家的。所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中国选择的是制造业型的现代化，而不是金融业型的现代化，这个很重要哈。另外还有一句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才说这一段呢都他妈是精髓。这一句话呢就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个人觉得呢，这句话里面呢，就是为刚才的所谓的自动化来找补的。因为呢，它在稳就业。正常的经济结构呢，有个公式，就是说传统产业保就业，新兴产业撑增长，未来产业压科技。那具体来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传统产业啊，
我们知道是哪些产业，比如说钢铁、石化、纺织、家电、建筑类。那么他们呢，其实就是需要密集的劳动力的，而且大量的人，因为你以前的技能配置，所以你只能在传统产业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呢，说白了就是电动车、光伏、储能、芯片和高端设备。但是这些东西里面，我们说啊，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去年还是新三样，今年都是老三样了。比如说电动车、光伏和储能，股票上面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在2025以后，也就是2026、2027，新要做的是什么产业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关注起来了。这个后面我会跟大家去分析啊，但是我不在这个报告里面分析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未来产业。那未来产业呢，说白了 AI 嘛，人工智能肯定算嘛，量子科技肯定算嘛，可控核聚变肯定算嘛，生物制造肯定算嘛。所以呢，这就是刚才看到它重点发展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它现在已经把电动车、光伏和这些储能芯片，它已经放到新兴产业里面去了，就是这些东西它已经成功了，它已经不算是未来产业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三线作战布局。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一直都是这样的。最后呢，还有一句经常被忽视的叫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的发展。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金融业要和制造业融合，而不是取代制造业。过去的10年，中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了52%，听起来很不错，但是问题是里面大部分是房地产、金融中介、外卖平台，那这些不是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未来的目标是要发展支撑制造业的服务业，比如说工业设计，比如说科技服务，比如说数据运维、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等让服务业成为制造业的后台体系，而不是吃制造业的饭。等于说你这个服务业你要直接服务制造业本身，而不是说制造业做出来的东西你去把它提升效率去卖出去，或者去把它打包作为金融产品再把它卖出去。那这个呢，他们现在否定掉这件事情了，叫融合，你不要去取代它。那取代它就很简单呀，那你现在工厂关了呀，成本太高了呀，我作为金融业我直接投资到越南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呢，本质上来讲还是不能取代生产。整体来看呢，从刚才这一整段的经济政策来看呢，这次的全会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中国不走美国那条路，不搞金融泡沫式的繁荣，而是要搞一台能够持续运转的工业机器。未来10年中国想定义一种新的现代化，不是高楼林立、股市暴涨，而是机器更聪明、能源更干净、系统更综合。这不是资本的现代化，而是生产力的现代化。中国的下一个10年呢，我想还是不在股市里面，更不在房地产，而是要让整个工业体系变成一个由人、数据和能源共同驱动的一个超级机器。这个我想就是这一次他们提出来的这个蓝图最核心的一部分。后面一段呢，就是心智生产力了。心智生产力呢，我就不细说因为这2年讲的人特别多，包括我自己在蔡正元房地产那一期我也讲过，感兴趣的呢可以去听一听，那个讲的比较详细这一段我主要想讲的是这个，是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建设这一块。它后面其实连着的还有比如说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加强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那么这几句话连在一块呢，我是有话讲的。首先呢，我们都明白呀，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确实做得不够好。这些话也不是第一次提了，提了好多年了。也就是讲，要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壁垒啊。过去中国的教育、科研产业是3张皮，那高校呢做论文，企业呢搞应用，中间断层是很严重的。统筹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级创新闭环的系统，这个东西老美以前70、80年代搞得很成功。等一下我们来讲教育系统呢，就是要产出基础研究与人才，那么科技系统呢是要将成果转化，产业系统呢是要把这些科技成果转化完的结果放大和应用到市场里面去。那么三者循环反复，形成自我演化的一个创新生态。那这其实是在模仿美国冷战时期的叫做3螺旋体系，也就是大学加上国家实验室加上企业联盟，那这3个主体通过自转螺旋上升，带动创新和其他的分支一起上升。所以呢，中国现在也要建立自己的3螺旋体系，就所谓的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3位一体嘛。但是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中国的这个体系里面缺少了企业联盟这一块，这和美国有区别。但是中国也不能走美国的路，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政治问题，也有实际经济问题。那政治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中国的企业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博弈。那这个问题呢，可以去看我外卖大战那一期，说得非常的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讲要10几分钟，这里就讲实际经济问题。那这里我要问一个为什么，美国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人种和美国差不多，为什么从
90年代以后，所有的开天辟地的创新都来源于美国。我当然知道很多人会有自己的答案，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文化，华人不擅长创新，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国企太强大扼杀创新，中国的科研机构太腐败，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美国难道就没有这些原因吗？所以呢，我自己按照我投资企业的经验，我认为创新呢，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我们讲，其实为什么美国的科研好，中国的科研不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美国的科研它看的是过程，美国的投资对过程特别的在乎，对结果他反而没有那么在乎。当然最终他是要结果好，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去创业，如果他愿意去接受投资，愿意去做一份科技行业，这种人就算他失败了，在美国社会他依然备受尊敬。第二个，他就算破产了，他依然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社会并不歧视这些人。可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你要去创业，那你一旦失败，你可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但是你就要成功。那对于投资者来讲呢，那我更看重的是我这个投资会不会有结果，而不是我这个投资给他去做一个经过一个过程。这就很简单，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是建立在美元体系之上的，也就是讲美国人可以用无限的钱去投资创新，去碰，他只要碰到了，他就获得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创新。但是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没有无限的钱，这个全世界99%的国家都没有无限的钱，只有一个国家叫美国，它有无限的钱，所以其他的国家就必须要把钱拿来放在能够有结果的事情上面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自然而然会成为大家眼中看到的，中国是擅长1到100，美国是擅长0到1，因为你的钱没有美国多，美国可以无限的投资，今天投资你1000万美元，明天投资你1亿美元，你就算亏完了，他又觉得没什么。可是我们这边亏了1000万美元，亏了1亿美元，那是不得了的呀。所以这个它本质上还是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在谁手里的问题。无限的钱就不用那么在乎结果了，因为我投1万次，我只要1次成功了就成功了。但是你投1万次，你不成功，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崩溃了。所以这完全是两件事情。OK， 所以呢，现阶段的中国，我认为依然是要把钱集中在那些可以看得见的1到100上面去，再做创新，而不是盲目的去搞0到1，因为这个东西搞不成，对于社会的损耗太大，因为你毕竟没有无限印钞权。好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我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再来看呢第4段，这一段呢在网上有很热的是3句话。第一呢，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网络上会有疑问，说这是不是和西方经济体系要脱钩断裂了？第二个呢，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那这个是一个金句，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次出现在报告里面。第三个，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是要做中央集权吗？还是具体体现是什么？好，这3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哈。第一个呢，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这是不是和西方经济体系要脱钩断裂？当然不是，这个呢主要是增加现有中国经济体的经济韧性的。过去的40年，中国的市场逻辑是对外展开的，外资来投资出口赚美元，产业跟随着这些美元到全球去分工。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彻底变了，美国在搞去风险化，在搞供应链重组，在搞去中国化，拜登政府搞 China 加1，而特朗普政府在搞高关税，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呢，就是西方市场开始去中化。第4个呢，同时中国内部庞大的消费潜力被长期的压抑。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呢，现在整个外需的不确定性是增加的。于是这2年中央一直在讲强大国内市场，用14亿人口的本身构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循环体。这个东西呢，它当然不是退回国内。为什么说中国有机会把这个内循环跑出来呢？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能力的哈。美国以前是可以跑出来的，所以美国才依然活在他的当年的叫孤立主义的美梦里面。美国为什么可以做孤立主义？就是因为它的内循环很强大，所以你们怎么玩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内循环跑起来了，你们打死打活跟我都没有关系。等你们全部打完了，我再出来收割世界。中国也是有机会跑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好？几组数据。第一个，因为中国的消费量级是够的。那我们看数据啊，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9万亿元，名义 GDP 上面加了 3.5% 啊，其中呢，食物晚零占比是26.8%，
这是一个足以支撑全球供给体系的内需体量。然后我们再来看在中国还可以示范的储蓄有多少，这一块阀门在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打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是308.4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152.25万亿元。高储蓄为后续的消费与投资升级，它可以提供充足的弹药。152.25万亿元躺在银行里面没有去消费，当然这里面有其他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分配的问题，有可能这个152.25万亿是80比20 90比10，一部分人他的钱特别多，但是他没办法消费，你不可能把这么多钱全花掉，对不对？那有些人呢，他想消费，但他没有钱，这是个分配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国务院口径常用的4亿加中等收入群体，部分媒体与政府材料称的是5亿左右，那么意味着稳定可升级的结构性需求基础，就是中国是有机会做消费升级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没有做出来。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后顾之忧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哈。那创新呢与供给能力在国内沉淀，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是3.61万亿元，持续走高，为可创新的内循环提供了底层能力。那这些种种都说明这个14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把它做深做厚，并以研发与产业配套把需求供给再创新闭环跑起来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强大的国内市场的实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会到2-3年之内成型。为什么？因为全球贸易周期趋缓，外部环境呢和外贸的数据呢，2023年呢全球货物贸易量是负的1.2%。那 WTO 呢估计呢2024年是正的2.6%， 2025年是正的3.3%，当然2025年还没有过完，从高速外需时代转入了一个中速波动的新常态。也就是说它有些年它可能是萎缩的，它有些年可能是提升的，但是呢提升的可能也不多，所以就进入了一个叫什么股票上叫动荡盘。那去风险成了什么欧美共识的话语，欧盟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去风险不脱钩，对关键供应链进行再配置，外需呢不再单边稳定。中国外贸呢一点都没有变弱，我觉得呢这是一种再平衡，因为你以前外贸占比太大了。202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是43.85万亿元，还增长了5%，出口呢增长了7.1%。机电与刚才我们说的新三样等高技术品类拉动，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贸易占过了一半。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主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是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是稳居第一大伙伴。当然这里面很多人讲它是一个转出口到美国，当然我觉得转出口到美国没有那么大的量，那外循环呢更加多。那这样的话呢，中国就有机会在这个新结构里面改造成一种自己就是市场，同时外贸到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新模型。一旦完成，那就很有可能回到冷战时代。可是美国有可能就变成苏联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多边关系变成了单边关系和双边关系，这件事情呢就很有苏联当年那个味道了。第二个呢，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个词其实挺新的哈。你说和以前以人为本是一个意思吗？好像也不是。所以呢，现在解读非常多。那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呢？我是觉得让人本身重新成为一个增长的中心。那么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投资偏重物，比如说修路、修桥、修工厂、搞房地产等等，这些都是物质。但结果是呢，固定资产爆炸式的增长，导致现在我们这个人和房就楼市它的供需是不平衡的。第二个呢，居民收入增速有，但是却放缓了。第三个呢，社会保障和教育支出不足，消费信心疲软。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哈，我们和发达国家比，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和教育支出是低于别人的。所以当这些东西不足的时候，所以就出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100多万亿的存款，因为大家都要把钱留着呀，万一我生病了，万一我失业了，万一我老了没人管了，那我都需要有钱。所以说白了，没有人帮我托底，我是不愿意消费的。所以这句话呢，就是在讲投资于物要继续，但是必须与投资于人来结合。也就是讲刚才我们提到的投资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就是人才培养、交易体系，这些围绕着人的产业，这样就可以建立更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用人的安全感去撬动消费信心，形成循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个大工程哈，因为特别的复杂，在中国因为人太多了嘛，各省的经济水平也不一样。但是共产党现在呢下决心去搞，也就意味着中国一定要从劳动力密集性的国家转化到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力国家。那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数据的东西。比如说你去学台湾去造假，直接把大学门槛降到0，那么数据自然就好起来了。但是这不是人才这一块呢，我觉得应该是关注的，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美国也没有办到嘛。所以美国你看它有大量的这种精英人才，但同
同时它有大量的红脖子。那最终这些精英人才呢，掌握了这个社会大量的财富，红脖子呢过得很辛苦。那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这种状态，就是说共产党通过平衡让普通老百姓过得也还不错，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教育就像以前呢，一旦一放开，那马上富裕家庭的教育和穷人家庭的教育立马就会拉出差距，这些东西它都是面临到一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难对付，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在细则没有出来，社会上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现在我只能说他的目标是这个，但是他怎么去做还要等以后他的细则出来。那么后面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叫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和堵点，是中央集权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深水区改革的一部分，难嘛肯定是难的，既得利益蛋糕呢倒是小事情，怕的是国进民退失去尺度。在过去的几十年，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地方分权。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邓小平讲的让地方先富，分灶吃饭等等，这些政策带来了经济的灵活性和竞争力。但是现在中国进入了经济成熟期，那么这种机制在经济成熟期就变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摩擦。改革早期的逻辑是这样的，是地方相互竞争，激发什么投资与创新。但是现阶段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重复建设、环境破坏。这个我们有看到过的。我们说的这个环境破坏，不是说它破坏这个自然环境啊，它是投资环境的破坏。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城市，一个市5个县，它组成了一个地级市，那这5个县都做同样的产业，因为他们要竞争啊。那么他们有没有什么创新能力啊？所以一看，你做房地产，我也做房地产；你做种香菇，我也做种香菇；你做旅游业，我也做旅游业。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重复建设，投资环境的破坏。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经济高速期的时候，也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在2020年之前这样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第一个呢，地方要招商引资。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就是招商引资能力，每一个有招商引资的这个市委书记那都是宝贝啊，市长都是宝贝。那么这样呢，它就可以吸引什么外资？这个外资我讲的是本地以外的资本，未必是外国的资本，它就可以吸引外资，然后让这个城市工业化。你看苏州和浙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轻工业化的过程中快速的发展起来的。但是现阶段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产业内卷、补贴大战。现在已经很显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呀，像电动车，每个省都有几个品牌，然后地方政府疯狂的砸钱，砸进去以后，每个省的几个品牌就疯狂的内卷。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现在中国的每个省它的基础工业都不差，你说一定就是你江浙沪最强吗？我看是未必的。现在哪一个中部省份，哪一个西部省份还造不了车啊？它一定是可以造的，只是说最终大家都来竞争，几百个电动车品牌，然后大家都开始内卷。还有就是补贴，对吧？疯狂的补钱，对吧？我们去做光伏做得很便宜，所以现阶段这个是我们前段时间看到的事情，也就是在经济高速期。因为经济在高速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承受这种经济代价。也就是说，今天我搞了100家电动车，死了90家，还剩10家，这90家的这个代价我们可以承担。可是但现在我觉得就很难承担了，因为你不能做一个产业，未来你可能不是一个电动车，你可能同时要发展几十个像电动车这样的产业，难道每个都做100个竞争吗？那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呢，现阶段它一定要进入到一个全国协同的一个模式里面去。那这个模式呢，我觉得未来可以涉及到很多，比如说什么数字经济啊、碳中和呀，对吧？它都要涉及到里面去的。可是现阶段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地方分割、标准不一、政策冲突，这种省际竞争在互联网和制造业时代，它就成了一个拖累。那打个比方，你零售行业是一样的，你今天如果到福建去做零售和到贵州去做零售，它是不同的法律法规。如果说你今天同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化妆品，这个化妆品原来国内没有，那我自己做出来的，可能世界上都没有，是我发明的一个新的化妆品。但是呢，我在苏州去申请的时候，苏州说没有这个品类，他不让我申请，那我就跑到深圳去了。深圳政府比较开放，说试一试吧，我就给你直接申请了。这个行业的规定就是深圳政府最先做出来的，好，我就在深圳发展。但是未来我要向全国发展，但是苏州那边没有规则，我做不了。还有就是苏州那边呢，另外有一家公司，他去找苏州去做了，苏州为了这个品类也做了一个规则，那两方的规则可能又不一样，又没有拉通，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个就叫做地方分割、标准不一、政策冲突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可以做到那里不能做，它就是政策冲突。那么这种省际的竞争就一定要把它打通。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比如说数据中心，各省都做，本质上来讲，你做一个数据中心就可以了，或者说你东部数据中心、西部数据中心、南部数据中心，对吧？但是各省都为了掌握数据权，所以各省都做自己的数据中心。就连一个县城，它都要在它的那个水坝旁边做一个数据中心，水流有多急，水文是什么样的，这个水污染是如何，它都要在旁边做一个数据中心。那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它要招聘4-5个员工，这种事情我就看到很多啊。
那4-5个员工基本上就是没事干的，但是这个数据中心它就是有，但是这个数据又没有拉通，比如隔壁县也是有水文的，但是两边的水就没有拉通等等这种事情很多。还有招商也是一样的，就是互相之间抢，你招你的，我招我的，然后包括新能源指标都不一样，有些地方为了发展这个新能源，那我这个碳排量给它压得很低，有些地方呢它压的没有那么低，造成了很多内耗嘛。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汽车呀、药品啊、电商啊等等，在跨省运营的时候都会遇到不同的标准，只要你做过生意你就明白。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叫政策协调成本巨大，就是说我今天一个省一个省的协调，做生意的人呢，或者说做产业的人呢，或者省和省之间他也要协调，国企也要协调。所以呢，中央现在就要推动把全国做成一个统一大市场。这个统一大市场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把这些标准、这些政策要拉齐，包括这些数据什么你是省级单位做数据，还是县级单位做数据，还是市级单位做数据，这些产业园区怎么规划，我觉得全部都要拉齐，这才叫做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就是把地方竞争型的增长模式，把它升级成全国协同型的增长模式。那么其实本质上呢，是一种国家内部的资源流动逻辑改变。以前是竞争逻辑，各地呢就是靠抢的嘛，抢资源嘛，抢努力嘛，招商引资嘛，京城跑步嘛，都懂吧？就是我们都跑到北京去拿政策，我是 A 省的，你是 B 省的，他是 C 省的，或者是你是 A 市的，他是 B 市的，他是 C 市的，我们就跑到北京去跑步。跑步的步是指部门，我一个部门跑，一个部门跑，一个部门跑，然后到里面去拿政策，拿到政策以后，我就回我自己那边去搞钱。所以这种跑步现象、招商引资的现象、抢资源的现象，这些以前是政府的必备绝活，但是以后这些内耗要想办法让它尽量的变低。然后有人会讲，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就是税改。那我个人觉得税改这个东西一刀切，那国地税的问题是根本利益问题，它这个涉及到地方公务员饭碗和积极性，特别是发达地区，所以这个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上来就是一刀切的税改，这个是蛮难的。国地税的税改特别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你现在一旦去做了，最容易拉起的是国企和大型央企。那么本来有很多这种民营企业，它在地方政府的蒙阴之下，它还能跟你竞争一下，它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现在一拉齐，那国有企业和央企这个大军杀到，我觉得这个民营企业就很难，而且还有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大鱼吃小鱼，所以这里面它是有很多问题的，它确实涉及到一部分的民生问题，也属于一个再分配了，我觉得。那再到后面去呢，就是一些什么治理党类这些没什么好说的了，等体制内的人给你们解读吧。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我念一下给你们听就是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等等等等，加快形成绿色生活的生产方式。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是中国未来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产业。我觉得若干年后这个产业会比稀土还要珍贵。这里面其实是有个规划，也就是说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呢，不再继续增长了，并进入到长期下降通道。那国际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全球的平均升温控制在 1.5 度到2摄氏度以内，而要实现这一点，人类的碳排放必须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也就是我们说的碳中和。而我觉得呢，这件事情中国格外重要。你除了对地球的贡献，中国这么大的工业体，如果能做到碳中和或者是碳达峰，那么就掌握了未来的能源和世界发展的底层逻辑。首先呢，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然后煤呢就产生了纺织业和蒸汽机，然后这个英国它就靠着这个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崛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呢是石油和电力，就产生了汽车和化工，那美国呢就崛起了。第三次的工业革命，我认为就是绿色革命，就是新能源、氢能、储能、光伏、智能电网等等等等。现阶段中国在这些都有很好的基础，你只要把它拉成碗，把它做成一个立体型的系统，这个事情就对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这个事情需要有远见而且持之以恒的政府才能做到。以前的发达国家，比如说英美法都一样，它做到一定程度，它这个国家因为工业的问题，它就污染严重，所以呢就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区域用污染来换取经济，那这样呢是特别不好的。而且东方人还很有意思，就搞了一个叫所谓的微笑曲线原理，就是说因为我经济不好，所以我活该，我就是那个做加工的，我就应该把污染带过来，带到台南，带到高雄，我活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应该用环境或者用自己人民的健康去换工业，本质上不应该这样。
包括未来你可能说，如果按照欧美这个方式，它还是可以往什么非洲啊、南美洲啊、东南亚去转移嘛。但是这种模式它健康吗？不健康。如果中国未来能够把整个的绿色能源、绿色工业做起来，那以后这个世界上这种通过污染转移，让别人用污染来换经济的这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消失了吗？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北京的教授，那时候北京要求这些教授都去献血的，那时候国家是建血库嘛，他们不愿意献血，就和我们学生说，让我们替他们去献血，然后给我们一人2000块钱。我记得那个年代啊，大学生嘛，2000块钱还蛮多的那个年代，然后说给我们一人2000块钱，让我们去代替他们献血，不是一个道理吗？用我们的血来换他的2000块钱，这个呢本质上是剥削。我以前和大家讲过这个比较价值原理，其实我有看到留言区有人留言说你错了，比较价值就是当地的用人便宜，这个当地的成本低，这个概念其实我当然知道。我为什么要说比较价值是 A 地有这种特色 B 地有那种特色互相去比，而不愿意说 A 地他人穷所以他成本低，B 地他人富所以他成本高，所以这个穷反而成了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我也懂，但是这个就是台湾人说的微笑曲线，东亚人自己骗自己的玩意。凭什么？如果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成功，这种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这种所谓的不平等比较价值就会被消灭。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习近平的格局是很大很大的，而且碳中和要到2050到2060，我觉得他大概率是不太能看得到了，但是他真的是在力推这个事情的。功成不必在我，所以很多人嘲笑这个老习说的人类生命共同体啊，我觉得他不是在瞎说，他是真的有这个理念的人，不然他为什么要在碳中和和碳达峰这件事情上面这么努力呢？这么多年哪一次不是这个绿色能源它是摆在最前面的呀？所以你看这个欧美日，它很简单的，沾的东西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就好了吗？中国人真不是这么想的。这个讲完了以后呢，后面就是安全了，安全就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中国还不够安全，那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再就是军事，100年建军。那最近呢抓了一批人，各种解读都有吧，我偏向于是备战啊。再到后面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啦，就是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的繁荣稳定，这个我觉得没问题。香港问题呢，我也讲过的，可以找以前的节目看，主要是4大家族和科技新贵的 PK， 在未来的10年，也是房地产到科技的一次转型。香港未来是福是祸，要看这次的转型能不能成功。这个事情呢，中央政府要帮忙的，港府自己那个效率，我看还是算了吧，没能力。至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件事情，这个我前几天发到贴文和大家一起讨论，大部分我们频道的网友他的解读是继续会台，这是你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好，到此为止，全部解答完毕。有不明白的，或者是我们觉得可以沟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大家一起来探讨。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